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。你想過嗎？如果一間全世界最頂尖的 AI 公司，把他們手上最強大的工具，不是拿去改變世界，而是反過來對準公司內部去研究自己的員工，那會看到什麼樣的風景？就是我們今天要深入拆解的核心問題。沒錯，這個問題可以說懸在我們每個人心上。AI 到底會是我們的神隊友，還是最終會來搶走我們飯碗的替代品？今天我們就是要拿着 AI 公司 Anthropic 的一份內部真實數據報告，試着來回答這個大哉問。好，那接下來的內容我們會這樣走。首先帶你潛入這場 AI 革命的正央，接着我們會看到一些讓你掉下巴的生產力數據，再來我們來聊聊這把神兵利器是不是一把雙面刃，然後我們深入探討它對人的衝擊，最後一起來想身處其中的我們未來該怎麼走。OK，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資料的背景。它的來源呢是 AI 巨頭 Anthropic 做了一份內部研究，他們對自己公司裡132位頂尖的工程師做了超級深入的調查，方法包含了問卷、1對1的訪談，甚至還調閱了他們實際使用 AI 的記錄。這真的就像是拿着最高倍率的顯微鏡在檢視自己公司的心臟，所以含金量非常高。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故事的第一個高潮了，也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AI 到底有沒有用，用下去的效果有多誇張。我們直接來看數據。來，第一個數字就非常驚人，這些工程師自己回報，在導入 AI 之後，他們的生產力，你沒聽錯，是平均提升了整整50%。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這個數字跟1年前相比是2到3倍的成長，這個速度已經不是漸進式了，這根本就是一夜之間，整個工作模式被徹底顛覆。這背後代表的是 AI 已經不是一個偶爾用一下的酷炫工具了。如果我們把一個工程師的一天工作切成一塊大餅，你會發現有超過一半，準確來說是60%的部分，都已經有 AI 在旁邊輔助了。它已經是每天工作流程裡不可或缺的固定班底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AI 不只是讓舊的事情做得更快，它還催生了將近30%，也就是27%的全新任務。這些任務是什麼？就是那種過去你覺得好麻煩、好花時間，算了啦的事情。比方說，開發一個內部用的小工具，或是修復系統裡那些惱人，但好像又不影響大局的小 bug。AI 讓這些事情都變成可能了。所以整個生產力的公式就變得很清楚了。你想象有2個指標，一個是花費的時間，另外是產出的數量。數據顯示，花費的時間其實只有微幅下降，但產出的數量那根柱子，哇，是像火箭一樣直接衝上天。這代表真正的效益不是幫你省了幾分鐘，而是讓你的產出量像水壩洩洪一樣，整個爆發出來。這就引發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，就是專業的邊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。報告裡提到一個例子，一個原本只專精寫後端系統的工程師，竟然在 AI 協助下，一個人就搞定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前端使用者界面。這就代表每個人都開始有能力變成所謂的全端人才。好，聽到這裡，是不是覺得一切都很美好？生產力爆表，人人都是超人。但如果事情這麼簡單就好了。接下來，我們就要來翻開硬幣的另外一面，看看這些驚人效益的背後，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。這裡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核心的矛盾。AI 的好處很明顯，它就像是幫你開了外掛，讓你學習新東西超快，做專案也超快。但壞處是，當你越來越依賴這個外掛，你自己的基本功，那些讓你成為專家的底層技能，可能正在慢慢萎縮，因為你不再需要親手去解決那些基礎問題，那種在過程中順便學到的寶貴經驗，就這樣不見了。我想分享一位工程師在訪談中說的一段話。他說：“我原本以為我真的很享受寫程式，但我後來發現，我其實只是享受寫程式所帶來的成果。
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繞，但你仔細品味，會發現它完美點出了一種專業認同的轉變。過去工作的價值感來自解決問題的過程，但現在似乎只剩下產出結果的那一刻。除了技能之外，更深層的影響其實是在人性這個層面了。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聊聊 AI 的出現對辦公室裡的氣氛、人際關係帶來了哪些複雜的衝擊。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，報告裡稱之為監督的悖論。這聽起來很學術，但我用個比喻你就懂了。這就像你需要是一個頂尖的賽車手，才有能力判斷 AI 駕駛開得好不好。但問題是，當你每天都讓 AI 開車，久而久之，你自己的駕駛技術就生疏了。等到有一天 AI 犯了一個很細微但致命的錯誤，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出來。這就是一個很尷尬的惡性循環。工作場所的社交模式也出現了巨變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你卡關了，第一反應可能是轉頭問隔壁的資深同事，但現在呢，大家第一個想到的都是默默地打開 AI 聊天視窗，結果就是同事之間的互動變少了，那種傳統學長帶學弟的師徒傳承機會也跟着變少，整個團隊的合作變得越來越個人化。有一位資深工程師就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，他說，看到那些資淺的同事不再像以前那樣常常跑來問我問題，其實我心裡有點難過。不過他們也確實學得比以前快多了。這句話可以說是悲喜交加，我們得到了效率跟速度，卻可能在過程中失去了人跟人之間的溫度。最後，這引出了一個最底層的焦慮。另一位工程師說，感覺我好像每天來上班都是在親手革掉自己的命。這句話真的講到骨子裡了。當你每天互動的夥伴，同時也是你潛在的競爭者，甚至是你親手在訓練的，未來可能取代你的對象時，那種心情肯定是非常五味雜陳的。聊了這麼多挑戰跟焦慮，難道就只能坐以待斃嗎？當然不是。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最後一個部分，來看看這些身處風暴最核心的工程師們，他們是怎麼思考自己未來的出路。一個很清晰的趨勢是，工作的本質正在從執行者轉向管理者。你可以想象，工程師的角色正從一個親自動手一磚一瓦蓋房子的工匠，變成一個拿着設計藍圖指揮好幾個 AI 施工隊的建築師跟監工。你的核心價值不再是寫程式本身，而是如何去管理、指導和審核 AI 的產出。面對這樣的未來，這些頂尖人才也歸納出了4個可能的方向。第一，讓自己成為最頂尖的 AI 監督者，把審核 AI 這件事變成一門專業。第二，跳出執行的層面，把精力專注在更高層次的策略規劃。第三，加倍投資在那些 AI 無法取代的人際溝通、團隊協調能力上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第4點，就是擁抱變化，保持一顆持續學習的心。最後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，在這個 AI 成為我們標準配備的時代，什麼才是我們身為一個人類最獨特也最有價值的技能？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將決定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第一， AI 確實帶來了驚人的生產力爆發，工作量的成長遠大於時間的節省。第二，這是一把雙面刃，伴隨着專業技能萎縮和監督悖論的風險。第三，工作模式正在從人與人的協作轉向人與 AI 的協作，這帶來了深層次的社交與職涯焦慮。最後，未來的關鍵在於，我們必須將自身角色從執行者升級為管理者與策略家。今日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